一个可能改变你 MBTI 观念的视频，我会稍微有点唠叨，有些内容反复提起，是因为真的很重要。各位海涵 ，cognitive function 认知功能，稍微研究 MBTI 的朋友基本都知道这个词，也经常会用这个词，因为正是荣格提出了4种 function， 4种认知功能：思维、情感、感觉、直觉。由此引发了后面整个人格类型理论的体系。MBTI 性格类型的划分呢，也源自荣格所提出的这个 function model， 也就是所谓的功能模型。那到底什么是 cognitive function， 也就是认知功能呢？我自己也一直用这个翻译就是认知功能。但我越来越发现，初学者特别容易因为功能这个词产生误解。国内 MBTI 乃至荣格8维社区很流行一种理解，在这种理解里，认知功能有点像是认知层面的官能或者基本能力。比如我用手拍拍自己的脸，我的手感知到了我的脸，这就是感觉功能。我用推理和逻辑解答了一道数学题，这就是思维功能。然后我们会说，每个人都有全部的8种认知功能，只是偏好的程度有所不同。这种理解很自洽，很说得通，可以解释为什么 T 人也有情感， F 人也有逻辑， S 人也会想象， N 人也能品尝美食等等。但这套解释是有一点问题的，因为 cognitive function 并不是指认知层面的基本能力。function 这个词在创始人荣格的语境中，并不具备中文中功能这个词的含义。这个翻译可以说是有很大的误导性。function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荣格心理学家 Dolly Sharp 在编写的荣格术语词典中是这样定义荣格的 function 的：A form of psychic activity or manifestation of libido that remains the same in principle under varying conditions。 什么是 function？ function 是一种精神活动的形式，是欲望，是欲力的呈现，在不同的条件下保持着相同的原则。而 Daryl Nadi 博士在 Google 讲座上也特地解释了荣格的 function 更接近的是 math function， 也就是某种类似函数的关系，在变化中保持规律。Our pop psychology is filled with Jungian concepts. But he postulated that there were 8 mental functions, and he meant functions for those math folks, like it's a math function, which is a set of relationships. That's what he meant by function. 所以我用手触碰脸，我用触觉去感知事物。请问这里有什么精神活动，呈现出了什么欲望，在变化中又保持了什么规律呢？没有，仅仅是这个行为本身，我们什么都看不出，只能看出我没有瘫痪，而且我具备触觉。做数学题也是同理，能做出来，充其量只说明我智商正常，具备推理能力，具备数学知识。所以这些活动并不是所谓的 function， 我们也不能把这种基本的人类活动去和8种 function 做任何的绑定。换句话说，我们不能说我在想象，那就是直觉 function， 我在关注情感，那就是情感 function， 因为这些都是一个人的基本能力，并不符合理论语境下的定义。更符合的就这种解释更符合的反而是就是功能这个中文词的意思。那究竟怎么理解 cognitive function 呢？对它更好更不容易误解的理解，不是认知的功能，而是认知的欲望或者认知的欲力，按着某种秩序去认知的欲望，去在认知层面获取某类信息的欲望。因为行为可以千变万化，但是它背后的欲望是有迹可循的。一旦我们抓不住人格类型理论中的这点，那这套理论很容易变成一种自我设限的安慰剂。所以 function 并不是某种特定的心理步骤，8种 function 并不是好像零件一样
拼起来就能描绘出一个人所有的这个精神和物理活动。我特地又强调一遍，是因为我经常看到有人表达类似的意思，比如，我跑步的时候在用 SE， 我考试默写用的是 SI， 我去社交用的是 FE， 我分析事情用 TE， 我总结规律用 NI。这么说是有问题的，这曲解了这些8种 function 的含义。function 强调的是认知的欲望，也就是说你跑步也好，默写也好，社交也好，分析也好，你做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欲望在驱使着你去做。而中间呢，不会只有一类欲望的，因为人是复杂的，但里面的欲望一定是有一些层级的。可能你社交主要是因为你想跟人类对话，然后顺便对方长得也很好看，很赏心悦目，让你想跟他说话。其次呢，你也想看看对方未来是不是对你可以有所帮助，这些才更接近人格类型理论中的 function， 也就是 FE、SE、NI 等等等等。方便大家理解，再回到碰脸和做题的例子，之前说它们并不是任何 function， 那怎么样才会是 function 的体现呢？我们听听看，我用手触摸脸，因为我迫切的想体验一下这种触感，这样感觉我脸上摸起来到底是什么样的。那我认真写完这个数学题，因为我很享受一眼望去卷面被填满的样子，不为别的，我就想看到卷子被填满是什么样的在视觉上。在对2个片段做了这样的扩充解释后，才能看到其中的 function。 为什么？因为这里才有精神活动，才是某种欲望的呈现，才体现了我的精神活动是如何在不同的情况下仍然保持着相同的原则，被相同的欲望所驱使。也就是无论是碰脸还是做题，我都想要获得体验。没错，这就是8大 function 中的 Y 情感觉 SE。 这才像是纳迪博士所说数学的函数，因为我的行为在不同的情境下有所变化，但都遵循着 SE 的规律。如果你觉得前面这部分有点绕，没关系，可以多听几次。要是你真的借此理解了 function 是什么，那我真的特别开心。那我们常说的每个人都有全部的8种认知功能，到底怎么理解呢？它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都有这些基本的认知能力，不是这个意思。带入这期的内容，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都有全部的8种认知欲望，只是并非每种欲望都在我们的意识中。我们越在意识中接纳一种认知欲望，我们在追求这个认知欲望的时候，阻力就更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 MBTI 看的是16个房间，哪个房间你待的更舒服，心理能耗更低。用一种很变态的方式说，一个人的 MBTI 类型反映的是这个人更接纳自己的哪些欲望。当然并不是说 function 完全等同于欲望，不然直接这么翻译就好了我会去建议他们就这么翻译。但这个视角一定是比把它们理解成某种机能、某种官能、某种功能来得更接近理论的初心，也更能帮助我们探索自己和他人真正的人格类型。如果你以后看到认知功能这个词的时候想到的是这期视频的内容，我就心满意足了。最后2个小 tips他们是最常见的分不清自己人格类型的原因，以后有机会我们展开分享。第一，阳面的4个功能咱们都想要，都对它有欲望。第二，主导 function、劣势 function 等等的区别是阻力的大小，也就是你在意识中有多接纳这样的欲望，而不是欲望的强弱。好，这里刷刷，我们下期见。喜欢记得关注、分享靠谱的MBTI知识。